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网上很多人说这种铅材电池续航能力差、储存电量少，可以把它修复好的。今天我从网上买了一瓶这个电池修复液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它加上这种液体试一下，看看这个电池能不能修复好。有人说电池它内部还有电池液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加这种修复液。加完之后呢，它反而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，反而呢会让这个电池它的续航能力变得更差。他说适合这种电池啊，这个内部这个液体已经消耗干了。看一下我这个电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内部的液体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先晃一下，先听一下，听到里边有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并没有听到里边有液体的声音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先给它拆开，放的时候是有声音的，里边确实是没有液体了，看确实是干了已经。这个里边什么东西都掉出来了，我们先不用管它了。在加液体之前，我们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它的电压，4.72伏，这是一块12伏的电瓶。当我给它充完电之后啊，它是能达到12伏，但是啊，放几天之后，它的电压就降到4、5伏了，它是不存电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给它加液体，我们先把它打开，用个针管我们抽出来的电池修复液，然后呢，这里边有6毫的，我们每个口里面先加个3毫升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接着再加。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说明，写的是用量要求，它要添加这个高度啊，要高于这个电池芯片10到15毫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液体是明显太少了，是吧？我们接着再给它加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内部加的这个液体已经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橡胶盖再都给它扣上。扣上去之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再给它充电，来测试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。电池的电差不多用光的时候，再给它加液体。加完液体之后啊，让它再等10个小时之后才能正常使用。就是才能给它充电。我这个已经没有电了啊，测量的时候一共是4.8伏，所以说这个电量已经用光了。然后呢，液体也加完了，现在就需要等10个小时以后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充电。好的，现在已经过去10个小时了，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给它充电了。现在电压是3.1伏，3.09，现在电压它又降了一点，我们先还是不用管它。我们呢，现在就开始给它充电。我们就用这个12伏的电瓶充电器给它充下电。先把这个夹子给它加上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充了电源。因为这个电压太低啊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充电。我们先测量一下，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电压。有14.9伏，电压是有的。然后这儿标注的也是一样的啊，14.9伏。现在就可以给它充电。我们呢，先让它充满电池以后，充满电再测量一下。已经充了1个多小时了，这个电量还没有充满。现在我们测量一下，看它这个电压是多少伏。12.29。因为这个天啊已经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看一下外边已经天黑了。到明天早上我来到店里边之后呢，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电压。看一下这个修复液到底起不起作用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是第3天，已经亮了。本来呢，我想第2天再测量这个电池，已经过去2天了。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一下电压有没有变化。6伏，刚充完电的时候是12伏多，现在变成6伏了。看来说修复液没有任何意义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网上卖的最火的这种金刚砂磨刀器，大家见到过没有？今天我买了一个，咱们来测试一下。他说这个呢什么都可以磨啊，只要是剪刀、菜刀，还有一些等等一些东西啊，都是可以磨的。先看一下它这个磨片上面是2面两用的，这面呢一面是小颗粒，然后一面是大颗粒。大颗粒是可以开印儿，小颗粒是可以当刀的。今天咱们来测试一下，就用我这把菜刀来试验一下，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么好用。先处理一下这把刀，这个呢是普通的磨刀石，这样给它处理一下，它就不快了。还有点太慢是吧？下锤子。OK， 这下也不快了是吧？
先切个抹布来试验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切不动了是吧？切不动了。然后呢，咱们就开始用这个磨。因为这面呢是小颗粒，然后给它先把这刀片给它先反过来，先用大颗粒测试一下。大颗粒可以开印儿，先给这个刀呢给它开下印儿，然后再荡刀。商家说就这样荡就可以了，每一面呢就是这一面荡个10几下、20下，另外一面再荡个10几下、20下就行了。他说用这个力度呢不需要力度太大，就是普通磨刀的力度就行。现在荡了多少下了？是不是有10来下了？再磨个10来下。好，这边磨完后再磨另外一面。平常啊我没有磨过菜刀，我只是看人家说就这样磨，咱们也就这样磨。磨完以后看看怎么样。第一次磨菜刀，差不多了应该是吧？然后呢，把这个刀片给它反过来，用这个细的这一面给它再荡下刀。荡完以后，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。不测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，测试完了以后就知道了。还是一样，一面呢给它荡个10几下、20下。好，然后再弄这面。好，弄个差不多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就还是一样啊，先看一下，我感觉还是有点锋利了，先看看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一样啊，先切个这个抹布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切掉。哎，可以是吧？还可以，就是比较锋利了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看着这个磨刀器还是挺好用的，看一下这上面呢并没有发现什么磨损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个还可以磨这个钢锯条，都知道这钢锯条非常硬，实际上呢也可以来磨它，来测试一下，来看看这个金刚砂磨片结实还是这个钢锯条结实。钢锯条是锯钢铁用的，本来它这个硬度就够硬了，咱们看一下。到底是哪一种更硬？好，磨个差不多了，咱们来看，把上面的锯齿呢已经都磨没了，看到没有？没有锯齿了是吧？感觉这个还是挺好用的。这样的钻头大家见到过吧？前面这个头呢是合金的钻头，非常的坚硬。咱们看一下它结实还是这个磨片结实。先测试一下，像这种钻头呢非常坚硬啊，它是可以拿玻璃的。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可以拿玻璃，说明啊，它这个硬度非常的硬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咱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磨它。其实啊，估计也是应该可以的。咱们来测试啊，看一下这个磨片上面已经都发黑了，是吧？这黑的东西呢，它就是它这个铁末，钻头上的铁末已经都掉了。看一下这个钻头已经磨亮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呢，你看已经磨亮了，然后呢，再看一下这上面的黑的东西，一颗都掉了。这个东西就是上面的铁末，看一下这个磨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金刚砂磨刀器，它的价格呢有贵的也有便宜的，看来这个贵的质量确实有保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林印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和西瓜视频独家签约了，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及西瓜平台，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，才让我更有动力制作出更优质的视频。也有了签约机会，今后我的视频只会在字节系发布，包括西瓜视频、今日头条、抖音、皮皮虾等。今天我们聊2个话题，第一个话题是我做自媒体的过程，第二个话题就是和西瓜视频独家签约之后有什么好处。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，我是一名电器维修师傅，大家都知道电器电子都是不断更新发展的，所以我们的维修技术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提高。在前几年，我都是在维修论坛网站上面学习交流技术。我的网站上是有个弊端的，它就是没有视频，只有文字和图片，学习起来不太直观。后来我发现一个视频平台，就是咱们这个西瓜视频，在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师傅分享自己的维修视频，通过视频
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。后来我就想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发视频来分享维修经验？于是，在2019年9月2号，我注册了账号，发布了第一个视频，给大家分享我的维修经验。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拍摄技巧，播放量自然也不好。后来我参加西瓜大学的免费培训班，毕业后我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，播放量随之而来，越来越高。单视频从最初的几百到几万，也有很多视频超过了100万播放量。做视频到现在已经1年半时间了，在这段时间，我也得到了46万粉丝朋友们对我的认可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我们再聊一下第二个话题，我为什么和西瓜独家签约，以及签约以后的好处。我做过好几个平台，其中就是头条号的流量是最大的，它的推荐算法也是最智能的。无论你是自媒体的新创作者，还是上百万的自媒体大 V， 只要你的作品够优质，平台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推荐。所以我选择了西瓜平台。前一段时间，西瓜的运营老师联系到我，谈了一下让我参加西瓜创作人计划，就是独家签约计划。我非常高兴的就直接答应了。独家签约后肯定是有好处的，它分为2个部分，一是创作者定额费，二是流量分成翻倍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每个月有保底工资和提成，每个创作者的保底工资和提成都是不一样的。我的保底工资具体是多少是不能直接说的，因为已经签了保密协议。不过可以给大家打个比方，以我们邯郸市的工资为例，分为3个档次，就是高中低3个档次。我的保底工资属于是高等工资，至于流量翻倍翻多少倍也是属于保密的。根据实际情况，每个创作者也是不一样的。独家签约以后，别的平台我就不再更新了，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看大家的评论以及私信。看到以后，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来一起讨论维修技术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以后我会用更优质的视频来回馈朋友们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小伙给手机换电池，为了省钱，没有想到啊，到最后竟然把电池给硬拽下来了。你来看他是怎么操作。他首先呢是先把手机下边的2个螺丝给它拆下来后，然后呢找个刀片先撬屏幕，这样他一点点的把屏幕先撬开个缝隙，把缝隙撬出来后，用指甲呢这样把屏幕一圈给它划开，然后他就使劲往上面搬这个屏幕，掰开这个屏幕以后呢，你看他是轻轻的就这样屏幕拿下来了以后，然后呢他是找个东西先把屏幕支起来，然后呢开始拆电池上面这个压片，这上面呢是有4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拆下来以后，然后把这压片就可以拿掉。接下来呢他就开始拆电池上面的2条胶，这2条胶呢由于时间太长了都老化了，你看这个胶根本给它拉不出来，一拉就断了，断了也没有关系啊，你看这一条也拉不出来，还是断了，断了没关系啊。小伙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屏幕排线都给它断开，然后呢还有摄像头、听筒组件上面这个盖片也都给它拆下来，这样的屏幕就拿下来了。然后呢他用吹风机在这个电池后面给它使劲吹，吹热了以后啊，找个撬棒就可以慢慢的把电池给它撬下来了。你来看就这么简单，旧电池就拆下来了。然后呢他把上面这些残余的胶给它清理一下，这些胶啊由于时间太长了也清理不干净，小伙呢干脆就直接来换电池。这是一个大容量的电池，电池后面也是自带胶的，把它直接来粘到里边就行了，给它先压几下，然后呢把电池的排线给它扣上，再把屏幕上面的排线还有就是听筒上面的组件排线都给它再扣起来，就这样给它扣好了以后，然后呢就开始重新安装，就是怎么拆下来的，再把这些所有的螺丝给它安装上。安装的时候啊，有的一些手机上面这些螺丝啊都是分型号的，它大小不一样，一定要区分好，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什么螺丝，再按照原来的位置给它安装上就行了。就这样装好了以后，先来测试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开机，能正常开机以后呢，到最后就开始安装屏幕了，先安装上面，然后再安装下面，这样轻轻的给它按压到位以后，最后把这2个螺丝给它拧上，一块电池就换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把电饭锅上面这条线插到电动车上面，家里的什么电器都可以用，以后呢再也不怕停电了。如果没有这条线呢，家里有这个坏的充电器，我们把充电器上面这条线剪下来也可以，我们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，来看一下家里的什么电器可以用。插上以后呢，这头呢我们可以插一个插排，插排上面呢不需要带电源线，就这样插上去以后，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先放在凳子上面，你来看
插排上这个指灯就亮了，是吧？亮的就说明它是有电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来测试啊，先从小电器到大电器，一个个的我们来测试。先来测试一个路由器，我们来看，假如家里停电了，路由器没电了，肯定没有网，是吧？我们插上这个电源，你看电源这个指灯蓝色的它也亮了，然后再看这个路由器背面的灯指灯，你看也亮了，亮的就说明啊它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再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指灯是个白色的灯，也可以亮，说明也可以正常使用。那么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啊，看一个手机能不能充电。家里停电了，手机没有电需要充电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测试一下啊，你来看手机呢也可以正常充电，是吧？这方法非常的好用，是不是？以后再也不怕家里停电了，我们呢只需要接上一条线就可以了。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其他的电器啊，还是就是从小到大一步步的来。我们再来测一个手电钻，看一下能不能转，能不能正常使用。我们插上去后呢，来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转速非常的高，听着也非常有劲儿。我们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钻东西。现在钻这个木头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你来看，很轻松就可以把这木头给打透了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们再来测试一个，再来打个孔，你看这下速度更快，立马就给它打穿了，是不是？非常好用啊！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拿掉，再换个大点的电器测试一下啊。我们这次测试的是一个角膜机，这个角膜机它的功率更大，更耗电。我们测试一下能不能正常使用。你来看，把它插上以后呢，你听这个转速非常高，说明啊它非常有劲儿。无论是切割东西还是打磨东西都非常好用。这么大功率的角膜机都可以正常使用，所以像家里的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都可以啊，这样接一条线就可以给它供电，再也不怕家里停电了。这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把它分享给你。修一台豆浆机，你看它的问题呢是通上电以后，这儿呢没有任何显示，然后呢点按键也没有任何反应，指灯呢也不亮，说明啊它的问题是不通电。现在啊咱们给它检查一下，首先呢先把上面这个机头给它拿掉，然后呢用腕表给它调到750伏的档位，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上面这个插座上面有没有电。测量的时候呢，就是测量对角的这两个点，看一下上面有没有220伏的电。我们看啊，上面是有237伏的交流电，说明啊，它这个电源线没问题，然后这个插座这儿也没问题，它已经把这电呢送到这个插座这边了，这儿有电，然后这个机头上面没有任何反应。现在呢，你就可以判断啊，说明是这个机头出现了问题。现在啊，咱们把这个机头给它先拆开来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拆开以后呢，然后啊，把这个机头再放上，排除一下这个插座和这个插座它有没有接触不好。首先呢，给它再放上，然后呢，还是一样测量上面这两个点，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电。我们看还是有238伏，说明啊这个插头是没有问题的。它原因就是在这块电源板上面，先给这个断掉电，然后呢仔细看一下这个上面啊是稍微的有点进水，你看一下这边是有水的，然后这个保险上面也有些水的印儿啊，看到没有？先来测一下这保险有没有问题，因为这已经进过水了。黑色的这是个大保险，这个是220伏的电，没有问题这个保险。然后这个小保险就不用测量了，它坏了以后呢，这个对讲机它也是应该通电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把这个板先给它拆开，先拆下来，把这个板清理干净以后，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烧坏的元件，这里面也一样。然后呢，用吹风机呢给它呢把这个水分给它吹干了，然后呢给它通上电，测量一下上面这个主力部电容，看一下它有没有300伏的电压，先通电。然后呢，腕表调到直流1000伏的档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这个电压有多少伏。现在有336伏的电压，说明啊，这个主力波电容前面这4个整流二极管它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原因呢是出现在这个电容后边的一部分，有可能是启动电阻啊，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掉了。现在呢，先把这个电给它拔掉，然后呢再来测量一下，看这个主力部电容上面这个电压有什么变化。我们来看，现在这个电压还有300多伏，放电放得非常慢。从这种情况呢，就可以判断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启动。先给它放下电，用电烙铁或者一些白炽灯泡给这个电容放下电，然后呢，先把上面这些后边这个胶给它清理干净。
先来测量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第一角，就是它的输入角，看一下有没有输入电压，有没有供电电压。这2个点呢是主力部电容上面的2个角，这个角是它的负极，然后一个表笔接在负极，另外一个表笔接在第一引脚上面。我们看弯表没有任何反应，说明啊第一引脚上面是没有电的，没有供电这个电源管理芯片。然后从这个第一角往上面走，经过一个贴片电阻，这个贴片电阻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到这儿来，又经过一个就这个顺环电阻，然后是连接在这个主力部电容正极上面的，这是它的供电。这个第一角没有电，重点呢检查一下这个顺环电阻，应该是它开路了，断开了一个引脚，然后再来测量。我们看弯表呢没有任何反应，说明啊就是这个电阻开路坏掉了。我们给它换个电阻来测试一下，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阻，然后我在这儿串联了3个。接下来呢，充上电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修好。看一下，没问题了是吧？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说明啊修好了。今天我们修一个蓝牙耳机，它的问题啊是充电没有任何反应，然后也不能开机。我们现在充上电看一下，充电没有任何反应。开机也是一样，不能正常开机。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，这个上面是没有螺丝的，我们都是用这个刀片直接给它敲开就行了。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。不能充电，然后也不能开机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内置电池。我们用温表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的电压，看一下是不是太低。如果太低以后啊，它就开不了机，也不会充电的。电压是 2.5 伏，明显太低。正常这个电池啊，最少 3.6 伏以上才可以正常充电和开机。这个已经成 2.5 伏了，电压太低。这块电池相当于就是饿死了，我们只要给它强制充下电，这块电池还是可以接着再使用的。我们首先要把电池的一根线给它断开，然后我们用一条手机的旧数据线，我们把它插在充电头上，给它强制充下电。正极接在正极上面，然后负极接在负极。因为这电池啊非常小，我们啊这样充一下，然后又断开。我们把电池给它充到 3.6 伏以上，这个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接上几秒以后我们就断开就行了，不要长时间接，长时间的话这个电池就容易鼓包，就坏掉了。强制充电大约半分钟以后啊，我们再测量一下电池，看一下电压是多少了。现在是 3.63。我们现在把它焊上去，用充电器充一下，看能不能正常充电。电池已经焊好了，我们先把它给装起来。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充电了。充电没有任何反应，这可能是这个线断了，我们换一条线再试一下。我们看换条线就可以正常充电了。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能不能开机，也可以开机。好了，这个就修好了，这个非常简单。大家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的话，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操作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网上很多人说这种铅载电池续航能力差，储存电量少，可以把它修复好的。今天啊，我从网上买了一瓶这个电池修复液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它加上这种液体试一下，看看这个电池能不能修复好。有人说电池它内部还有电池液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加这种修复液。加完之后呢，它反而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，反而呢会让这个电池它的续航能力变得更差。他说适合这种电池啊，这个内部这个液体已经消耗干了。看一下我这个电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内部的液体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先晃一下，先听一下，听到里边有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并没有听到里边有液体的声音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先给它拆开，里边确实是没有液体了，看确实是干了已经。这个里边什么东西都掉出来了，我们先不用管它了。在加液体之前，我们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它的电压 4.72 伏，这是一块12伏的电瓶。当我给它充完电之后啊，它是能达到12伏。
但是啊，放几天之后，它的电压就降到4、5伏了，它是不存电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给它加液体。我们慢慢看它，用个针管，我们抽出来的电瓶修复液。然后呢，这里边有6个孔的，我们每个孔里面先加个3毫升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接着再加。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说明，写的是用量要求，它要添加这个高度啊，要高于这个电池芯片10到15毫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液体是明显太少了，是吧？我们接着再给它加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内部加的这个液体已经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橡胶盖再都给它扣上。扣上去之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再给它充电，来测试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，电池的电差不多用光的时候，再给它加液体，加完液体之后啊，让它再等10个小时之后才能正常使用，就是才能给它充电。我这个已经没有电了啊，测量的时候一共是4.8伏，所以说这个电量已经用光了。然后呢，液体也加完了，现在就需要等10个小时以后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充电。好的，现在已经过去10个小时了，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给它充电了。现在电压是3.1伏，3.09。现在电压它又降了一点，我们先还是不用管它。我们呢现在就开始给它充电，我们就用这个12伏的电瓶充电器给它充下电。先把这个夹子给它加上去，然后呢我们通了电源。因为这个电压太低啊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充电，我们先测量一下，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电压。有14.9伏，电压是有的，然后这儿标注的也是一样的啊，14.9伏。现在就可以给它充电。我们呢先让它充满电池以后，充满电再测量一下。已经充了1个多小时了，这个电量还没有充满。现在我们测量一下，看它这个电压是多少伏。12.29。因为这个天啊已经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看一下外边已经天黑了。到明天早上我来到店里边之后呢，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电压，看一下这个修复液到底起不起作用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是第3天，已经亮了。本来呢，我想第2天再测量这个电池，已经过去2天了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一下电压有没有变化。6伏，刚充完电的时候是12伏多，现在变成6伏了。看来这个修复液是没有任何意义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林业。前2天我从网上花了1块9毛钱买了一个热熔胶枪，还送了10根胶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当时付款的时候价格是8块9包邮，然后买到手以后确认收货，商家再返7块钱，就是和1块9包邮的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买的这是一个小号的，用这个胶棒是7毫米的小胶棒。这胶棒质量看着挺好，比较透明也比较软。这是胶枪，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胶棒放里边，要把它插到底，打开开关，看着做工还可以啊，小号的携带方便。我们用它来粘个东西来测试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热的速度也行啊，也可以。我们粘个开关，还行是吧？粘的还可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胶都在上面，然后也挺牢固。这个，我们往这个主板上再打点胶，来看一下这个胶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胶，它是里边没有气泡，然后这个胶也特别透明，越透明啊，这个胶一般它就是质量越好。个人认为这个小胶棒非常的划算，关键是价格非常便宜啊，1块9包邮，还送了10根胶棒。对于维修小家电、维修家电或者是家里边使用，还有一些就是喜欢 DIY 的一些朋友们，使用是非常好的啊，非常方便使用。平常把这个胶棒
如果在实体店买，也得5毛钱一根儿；在网上买的话，可能也得3毛钱一根儿。就这10根胶棒，可能就得3、4块钱。然后这个是1块9，还送了个胶枪。好了，视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终于发明出来了，有了这个小东西，不需要用逆变器，就可以把12伏的电变成220伏的电，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。这个是我的新发明，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。首先呢，先找一个电风扇上面使用的这个摇头电机，然后把它拆开以后啊，把里边的这些齿轮都给它拆下来，不用这些东西，我们只用这个外壳就可以了。然后找块木板，在上面拧2个钉子，用它来固定这个摇头电机的外壳。因为这个是我的发明专利，所以说呢，大家看看就可以了，不要去仿造我的产品啊。如果仿造的话，肯定要必究的。首先呢，用2个铁丝把它再拧一下，固定牢固了。然后呢，再需要一个12伏的5刷电机，找一节铜管插在这个轴上面，把它们2个呢相连接起来。之后呢，再找块胶皮垫在电机下面，用个铁丝给它绑起来，固定在这个木板上面。到这儿呢，基本上啊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在这个5刷电机上面分别接上2个夹子，接下来呢，在这个摇头电机外壳上面再接一个220伏的灯泡。接好线后呢，来测试一下，把这2个夹子夹在12伏的电瓶上面，这个灯泡你看立马就亮了。仔细看一下，这个亮度非常高，因为这个是我的个人发明专利，所以说呢，你们不要去仿造。不说了，我要赶紧去批量生产去了。